姐，我真的是没办法了，婚期都定了，酒店钱也交了，女方家明天就要来看婚房，我们家嘉豪要是拿不出房子，这婚肯定要出问题。桂芬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那房子是小陈自己贷款买的，我真做不了主。你是他亲妈，你怎么做不了主？他一个没结婚的小伙子，新房空着也是空着，先让嘉豪住几个月，婚礼办完我们就搬，能碍着他什么事儿？这一幕我太熟了，前世也是这一天。我妈心软，我也觉得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闹太僵，于是我点头答应了。可周家豪住进去后，表哥，你一个人住哪儿不是住？我老婆都怀孕了，你总不能赶孕妇吧？他换门锁改装修，还对外说房子是他的。后来我和林志怡谈婚论嫁，却连房门都进不去。陆晨，你连自己的家都守不住，怎么给我一个家？我被亲戚骂了3年，最后病倒在出租屋里。我原以为这辈子就这么浑浑噩噩过完，可现在我又回来了。小陈，你在家啊？你也听见了吧？姨妈不是故意为难你，实在是没路走了。你那套锦兰府的新房，先借嘉豪结个婚，就3个月，真的，婚礼办完我马上搬。小陈，你姨妈也不容易，要不……可以，我就知道你这孩子不会不管亲戚。签合同就行。什么合同？租赁合同，押金20万，月租1万5，租期3个月，水电物业另算，不得转租，不得改造，不得迁户口，不得对外说房子是周家豪的，逾期不搬，违约金按天算。小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姨妈是来求你帮忙，不是来租房子的。姨妈，我知道，所以我已经按亲戚价算了。锦兰府那个地段，同户型挂牌租金比这儿还高。我们家要是拿得出20万押金，还用来求你吗？那你们拿不出钱，为什么觉得我一定要把房子拿出来？都是一家人，谈钱多难看。那你把你现在住的房子借给嘉豪结婚不就行了？一样是一家人。我们那房子又老又小，女方家看不上。所以你也知道锦兰府那套房条件好。姨妈，我不是不让你们用，合同签好，钱打过来，钥匙我给你。小陈，说话别太硬。妈，前几天三舅借你2万，说下个月还，现在还了吗？去年姨妈说嘉豪买车差3万，你把我年终奖拿去借他，那笔钱还了吗？你这孩子怎么还翻旧账？因为旧账不清楚，你又来添新账。房子可以租，合同可以签，押金和租金到位，我马上安排。哼，好得很，你现在有出息了，连亲姨妈都防。姐，你真是养了个好儿子。小陈，你姨妈话说的难听，可嘉豪的婚事……妈，你要是真心疼他们，可以把你名下那套养老房拿出来。道理该我妈自己想明白。物业经理，是这样的，从今天起，我的屋子除我本人外，任何亲戚不得进入。有人冒充我，麻烦第一时间联系我。我算是看清了，有些人买了套房就不认穷亲戚了。小陈，这事儿你做得太绝了。上一世，他们靠几句话就拿走了我的房子，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让他们从第一步跨进来。小陈，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借嘉豪结婚撑撑场面咋的了？年轻人咋嫩计较？贵芬这些年也没少惦记你们娘俩。就是咯，现在人家遇难处，你这样搞，以后亲戚还咋子处嘛？赵贵芬惦记我们。我爸去世那年，他来我家吃了3天饭，走的时候顺走2箱牛奶。一个寡妇家用不着那么讲究。我大学交学费差2000。贵芬，小陈学费还差2000，你能不能先借我们应一下？孤儿寡母，借出去怕还不上。我妈去找他借钱，他却隔着门把我妈拒之门外。现在他儿子要结婚，倒像是我们欠了他。小陈，要不我去群里解释一下？解释什么？解释你儿子不肯白送房子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可亲戚们都在看着，真闹僵了，以后不好来往。我没和他争，我在群里发了几张图。锦兰府这套房总价276万，首付82万，我攒了6年付的，装修34万，每月房贷11300，谁觉得亲情重，可以提付租金，押金20万，月租15000，合同签完，我立刻开门。群沉默了1分钟，说话最起劲的三舅没声了。我们也是劝和嘛，你别这么冲。劝和可以，
转账也可以。陆晨，你是不是故意让我们难看？嘉豪是你表弟，结婚是人生大事，你就不能帮他一次？他结婚，为什么要用我的房子证明自己？哥，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现实。我女朋友家已经知道我有婚房了，你现在不借，我怎么跟人家交代？原来这一世他还是提前吹了牛。前世我直到婚礼前一天才知道，周家豪早就跟女方家说，锦兰府是他家给他准备的婚房。你跟女方家怎么说的？我以为自己只是借他撑一下场面，可他对外说的是那套房本来就是他的。群里没人再插话，这重要吗？反正都是一家人。重要。你说清楚，是你自己的房子，还是你表哥的房子？小陈，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。嘉豪就是爱面子，怕女方家看不上他。你做表哥的，帮他撑一下怎么了？撑面子可以，不能拿我的房子骗人。陆晨，你别乱扣帽子。嘉豪真跟女方说房子是他的，他刚才不敢回答，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了。可你姨妈……妈，他们现在不是单纯借房，他们已经把房子说成自己的了。哥，你非得在群里让我下不来台？不是你先在群里说我现实吗？我妈求你几句怎么了？你发那些不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穷？你们不是穷的问题，你们是没打算跟我说实话。哥，我不跟你吵。明天下午雪雪爸妈要来看房，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，拍几张照片。看完我保证不住。你自己听听这话合适吗？我真没办法了，雪雪的爸妈很看重这个，婚礼酒店都订，就这一次行不行？可以，真的。让女方父母知道房子是我的，你们只是想租，合同当场签，押金当场付。如果你还想冒充房主，我不会配合。你难道非要把我婚事扫黄？你婚事能不能成，不该靠骗来的房子。他没再说话，直接挂了电话。小陈，明天他们不会真闹吧？会，所以我先去物业一趟。你还要干什么？把话说在前面，这套房我不能再让别人替我做主。第二天下午3点，物业经理给我打了电话。陆先生，门口来了几个人，您表弟说他是 A 栋1202的业主，要带女方家人上楼看婚房。先拦住，我马上到。我说了，我是业主家属，你们拦我干什么？哥，先让我们上去，有话上楼说，别在这儿闹。你是？您好，我叫陆晨，锦兰府 A 栋1202的房主。嘉豪，你不是说房子是你的吗？我哥的房子，我们家本来就说好了可以用，我们从小关系好，他不会真的不管我。我只说过可以签租赁合同，没有答应无偿借住。租赁合同？嘉豪，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阿姨，这里面有点误会，我哥这个人比较较真儿，他不是不借，就是想把手续弄清楚。叔叔阿姨，我不想掺和你们两家的婚事，但这套房是我个人财产，我没有送过任何人，也没有答应让周家豪冒充房主。许成军翻了几页，脸色越来越黑。周家豪，你们家到底有没有婚房？我爸妈那边有一套老房子。老房子不敢说，就拿你表哥的新房来糊弄我们。亲家，你们别误会，这房子虽然是陆晨买的，可我们是一家人。嘉豪结婚，他表哥帮一下也是正常的。所以房子不是你们家的。陆晨，你非要当着雪雪家的面把事情闹成这样？你拿我的房子说成你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事情会闹成这样？周家豪，你跟我说，首付是你自己攒的，装修也是你盯的，你还说婚后房本可以加我名字。我听到这里心里一沉。前世周家豪住进去之后，确实想拿我的购房合同复印件去办各种证明。如果不是我后来发现的早，他们甚至想把孩子户口也挂进去。雪雪，我不是故意骗你，我就是怕你爸妈看不上我，我太想跟你结婚了。你想结婚就能骗人？哎呦，年轻人要面子，说话难免夸大一点。亲家母，嘉豪不是坏孩子。姨妈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要是今天我没来，许家是不是就会以为这房子是周家浩的？
陆先生，今天这事儿麻烦你了。婚礼先停。叔叔，酒店都定了，亲戚也通知了，怎么能说停就停？你连房子都能骗，我还怎么相信你？陆晨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把你表弟婚事毁了！明天下午雪雪爸妈要来看房，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，拍几张照片，看完我保证不住。陆先生，您家门锁需要升级吗？我抬头看向 A 栋，换，今天就换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给他们任何可乘之机。我知道事情不会到这里结束。上一世他们能把借助变成霸占，这一世也不会因为一次被拆穿就收手。锁换好那天，我把所有备用钥匙都收了回来。我知道还有一个人会心软，我妈。上一世周家豪能住进我的新房，不只是因为我退了一步，更因为我妈偷偷把备用钥匙给了他们。她总觉得亲戚之间没必要防得那么死。直到后来周家豪换了锁，他被拦在门外才哭着问我，他们怎么能这样？这一次我没有跟他吵，我只是把新房门口的监控连到手机。这一世我要把门口每一次停留都看清楚，又把智能锁设置成只有我本人指纹和临时密码能开。这套房的门从现在开始只能由我亲自打开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故意说公司有事出了门，半小时后手机弹出提醒，我点开监控。桂凡，我只能帮你们拍几张照片，小陈那边你们别说是我给的钥匙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住，就拍一下婚房视频。许家那边闹得厉害，家浩也是没办法。大姨，快点吧，摄影师按小时收费。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钥匙在你这儿吗？可能小陈换锁了。你不是他妈吗？连自己儿子一套房的钥匙都没有。我也不知道他换锁了。姐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们都跟雪雪说好了，今天补拍婚房视频，现在进不去，我们怎么解释？那这单还拍吗？不拍的话，误工费也得结一下。我看你们母子就是故意耍我们。我妈前世为了他们一次次逼我退让，可一旦她真拿不出东西，他们翻脸比谁都快。120口有人破坏门锁，麻烦物业带保安过去。10分钟后我赶到，摄影师提着设备站在墙角，一脸后悔接了这单的表情。小陈，我……门有没有损坏？锁体没坏，但门上有鞋印，我们已经拍照留证了。后续如果产生维修费用，我会让破坏的人赔。陆晨，拍几张照片而已，你有必要叫物业吗？有必要。你未经允许带人到我家门口，还踹门，下次我直接报警。你妈同意了。妈，你同意他们进我的房子，你同意也没用，产权人是我。她是你妈，她生你养你，连你一套房都做不了主。做不了。他要是想做主，可以拿自己的房子。妈，你要是真想帮家豪，你名下那套老房子可以借给他。我现在就陪你签借住协议。那房子是我养老用的。我的房子也是我以后结婚用的。姐，你那老房子女方怎么可能看得上？家豪要的是新房。看不上就自己解决。陆晨，你今天把事做这么绝，以后别后悔。从今天开始，这几个人列入访客黑名单，没有我本人电话确认，不准进小区。明白。姨妈刚想开口，我把刚才的监控视频转发给她。姨妈，视频我已经保存了，你要是在亲戚群说我不请伪面，我可以把前因后果一起发出去。小陈，我不是想害你，我就是觉得亲戚之间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妈，帮忙可以，但不能拿别人的东西去帮。当天晚上亲戚群里又热闹起来，姨妈发了一张大红喜字的照片。婚礼照常办，事情总能解决，谁也别想毁我儿子的喜事。我看着那条欢喜，心里没有一点意外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周家豪那天晚上去了许家，他跪在雪雪父母面前保证，
说婚礼前一定会把婚房问题处理好。许家亲戚已经通知，酒店也定了。雪雪心里舍不得这段感情，最后还是答应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周家豪不是在解决问题，他是在赌婚礼当天人多，亲戚多，女方家顾及脸面，不敢当场翻脸。婚礼当天，周家豪把接亲地点定在了锦兰府，不是我同意的，是他自己印在了流程单上的。早上6点，物业经理给我打电话。陆先生，您表弟带了接亲车队在小区门口放鞭炮，还说要上楼接新娘。报警？直接报警吗？对。扰民，冒充业主，试图强行进入私人住宅。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我赶到时，小区门口已经堵满了人。陆晨，今天是家豪的大喜日子，你别闹行不行？姨妈，今天到底是谁在闹？算了吧，今天好日子，你就让他上去走个不愁去。女方亲戚都来了，你这时候拦着不是要人难看吗？三舅，你家不是也有套电梯房？现在让车队去你家还来得及。这不是女方家认定锦兰府了吗？认准我的房子，就更不能用。陆先生，你同意他们今天用这套房接亲了吗？没有。叔叔阿姨，今天这么多亲戚都在，咱们先把婚礼办了。房子的事儿，回头我一定解释。所以你还是没处理好？不是，我只是想让你有个体面的婚礼。我没有接话。谁是组织者？他不是，我就是结婚，大家图个喜庆。图喜庆也不能影响小区秩序，更不能擅自进入别人住宅。流程单上写的是新郎婚房接亲，现在产权人说不同意，你解释一下。叔叔，我给过你机会了。雪雪，你听我说。不结了。雪雪，你不能这样！酒店钱都花了，亲戚也来了。你们骗婚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这些钱？都是他！要不是他不借房，婚礼怎么会黄？我拿出手机点开一段视频，他不仅踹我家门，还冲我妈发火，说他连钥匙都拿不到。明天下午，雪雪爸妈要来看房，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。好，骗我们看房，骗我们办婚礼，现在还想把责任推给房主。酒店婚庆亲友路费，我们会按证据算清楚。你们不愿意谈，就法院见。雪雪，我是真的爱你。你爱我，就不会从头骗到尾。刚才劝我大度的人，这会儿连喜糖都不敢拿。保安让车队撤离，物业要求周家清理门口垃圾，还要赔偿小区保洁费。你把我们家害成这样，你必须赔！亲家要赔偿，你们该跟他们谈，别把账算到我头上。他眼里全是怨恨，我知道他不会甘心。果然，当天晚上，周家豪给我发来一条消息：陆晨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婚礼黄了之后，赵桂芬第3次登门，这次她没带周家豪，只带了一沓账单。酒店违约金8万6，婚庆损失5万2，彩礼18万8，许家要求赔偿亲友路费和相关损失12万，一共44万6。小陈，姨妈不求你借房了，你先帮家豪把这笔钱垫上。桂芬，这钱怎么能让小陈点？姐，要不是小陈当众拆台，家豪婚礼会黄吗？现在许家逼着我们赔钱，家豪连门都不敢出。婚礼为什么黄，你心里清楚。
他就是爱面子，说错几句话而已。哪个年轻人不要面子？拿别人房子说是自己的，不是说错几句话。亲戚之间哪有那么清楚？你现在不借，我怎么跟人家交代？我只是想让学学有个体面婚礼。你要是继续把责任推给我，我就把这些整理好给许家，还有你今天上门让我垫钱的监控，我也会一并保存。你敢？你可以试试。嘉豪真的一直跟女方说房子是他的，孩子就是想结婚，所以你们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借房。姐，你怎么也这么说？我们是一家人，你不帮我就算了，还帮外人。这一次我妈没有立刻接话，她第一次露出迟疑。行，你们母子现在都看不起我们了。陆晨，这钱你不出也行，我们就去你公司，去你小区，去网上说，大家总会评理。欢迎，我已经把整件事的证据整理好了，你们去哪儿闹，我就在哪儿把证据放出来。你怎么这么狠？我只是学会留证据。陆晨，你出来！你害得我被退婚，还害我爸妈欠一屁股账，你满意了？你欠债是因为你骗人。如果你早点借房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如果你一开始没骗他，也不会有这些事。大姨，我求你了，你帮我劝劝哥，我真的不能坐等许家告我。我要是完了，我妈也活不下去了。姐，我就这一个儿子呀。熟悉的戏码，前世就是这样，他们一跪我妈，一哭我一退，退到最后，跪我妈没用。你非要逼我是吧？我逼你什么了？逼我去绝路！大家都看看，这就是我亲表哥，他有房不借，害我婚礼黄了，现在还逼我赔钱。我今天要是出事，就是他害的。你拍的不全，门口有监控，从你砸门进来威胁我，到现在录视频，声音画面都有。你要发，我也发。你在家里装监控防亲戚？如果你们只是来做亲戚，我不用装这些。陆先生，需要报警吗？你自己走，还是让物业请你走？陆晨，你会后悔的。他们走后，我妈坐在沙发上，很久都没说话。小陈，是妈错了吗？妈，如果今天我没有证据，现在被他们拖下水的人就是我。图片上是一份协议，款处签着我的名字。那份所谓的赠与承诺书一发出来，亲戚群再次炸了。陆晨，你自己签过字，说把锦兰府1202给我做婚房，现在看我婚事黄了，就翻脸不认人，做人不能这样。大家评评理啊！我们不是白要房子，是小豪琛自己答应过，现在他不认，还把嘉豪逼成这样。小陈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白纸黑字在这儿，你总不能抵赖。年轻人做事要讲诚信。小陈，你没签过吧？你觉得我会把房子送给周家豪吗？不会。这一次，他终于没有先替亲戚找理由。半小时后，警察到了我家，我把手机、聊天记录、购房合同、贷款流水一并整理好，门口监控之前的录音也一并交了上去。会不会只是嘉豪一时糊涂？一时糊涂会伪造房屋赠与协议吗？他不说话了。下周嘉豪和赵桂芬被通知去派出所，我和我妈也去了。陆晨，一家人的事儿，你非要闹到这里。你发这份东西的时候，就不是一家人的事了。谁闹了？你自己签字赠与，现在不认。这份协议原件在哪里？原件在家。拿过来。原件不小心弄丢了，但照片是真的。这是我请律师做的初步笔迹比对意见，签名相似度很低。另外，协议上的身份证号有一位是错的。你早就准备好了？从你们第一次上门开始，我就在准备。伪造协议涉及房屋财产，数额巨大，你们最好把这份东西怎么来的说清楚。周家豪咬牙不说。我就是听人说，亲戚之间有个承诺书就能证明，签名是
是嘉豪照着以前快递单描的。妈！也就是说，你们明知道不是陆晨本人签字，仍然把他发到群里，并试图用他证明房屋权利。桂芬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？那是小陈辛辛苦苦买的房，姐，我也是急糊涂了。嘉豪婚事没了，我真的没办法。你帮我跟小陈说说，别追究了。我以为他还会心软，可这一次，他把手抽了回来。我帮不了你。我差点帮你们害了我儿子一次，不会有第二次了。你现在装什么好人？要不是你一开始说能借房，我会跟雪雪说有婚房吗？你再这样说话，我们就继续按程序处理。你以为你赢了？这不是输赢，你们做过什么，就承担什么后果。当天晚上，亲戚群的风向彻底变了。嘉豪这孩子确实太冲动，我们之前不了解情况，小陈别往心里去。我看着这些话，只觉得可笑。他们不是分不清对错，他们只是看哪边占上风。我还没来得及退出群，手机又弹出一条提醒，视频标题是有钱外甥逼死穷表弟。我儿子只是想借表哥房子结婚，却被亲表哥送进派出所。我还没来得及退出群，手机又弹出一条提醒。他们把事情闹到了网上，那我就把这完整的真相放到网上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刚到公司，前台看我的眼神有些不对。进办公室后，张晨凑了过来：“陆晨，网上那个视频说有钱外甥逼穷表弟退婚的，是你吗？你看完了吗？评论都在骂，说你有房几天都不借，还打110抓亲戚。视频下面已经有几千条评论，说什么亲表弟结婚都不帮，说什么一套房空着也是空着，借一下都舍不得，还说我这种人以后别求亲戚。我儿子从小就听话，婚礼前只是想借表哥的房子拍个接亲，可他表哥当着女方全家拆台，害婚礼取消，还把我儿子告了。我儿子这个房子结婚都被……他没有，你说这房子是你的婚房？没有提周家豪早就把我的房子说成自己的婚房，没有提伪造协议，你故意换锁是吧？没有提强闯小区，也没有提周家豪踹门。他只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被有钱亲戚欺负的可怜母亲。我没急着回应。上午10点，人事经理把我叫进会议室。陆晨，网上的事你需要尽快处理。公司最近在谈项目，不希望员工的私人舆论影响到工作。前世也是这样，周家闹到我公司，领导嫌麻烦，把我调离了核心项目。那时候我怕丢工作，怕事情闹大，只能一次次妥协。我有完整证据，如果公司担心影响，我可以先给你们看。你有证据？有。那先看证据。这已经不是普通家庭矛盾了，对方存在造谣、侵权以及伪造材料的嫌疑，建议你尽快发布澄清，同时保留追责权利。你早说有这些证据，事情还没问清楚之前，我说什么都想变。公司支持员工依法维权，但澄清内容最好先让法务看一遍，避免被对方抓漏洞。可以。中午12点，我发布了澄清视频。我没有卖惨，只按时间线放证据。我女朋友家已经知道我有婚房了，你现在不借，我怎么跟人家交代？等等，这不是借房，是拿别人房子骗婚啊！伪造赠与协议，这都犯法了吧？亲戚真可怕，先道德绑架，绑不成就造谣。房主从头到尾都在留证据，太清醒了。评论区很快开始反转。下午，雪雪也发了声明，本人确认，周家豪曾多次声称锦兰堡房产为其个人婚房，并承诺婚后加名，本人及家人均为受骗方，已依法要求其承担相关损失。这条声明一出，赵桂凡的视频彻底翻车。姐夫
房？他们想靠网络颠倒黑白，却把自己做过的事送到了所有人面前。亲戚群也再次变脸。小陈，这事儿我们现在清楚了，确实是嘉豪不对。贵芬这次太糊涂了，怎么能发网上呢？你们昨天点赞了他的视频，群里又安静了。小陈，你姨妈刚才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，我没接。别接。妈以前总觉得亲戚不能闹太僵，现在才明白，有些人不是怕闹僵，是怕占不到便宜。你会怪我吗？会。但你现在站回来还来得及。妈知道了。陆先生，有位女士在大厅哭，说你逼她儿子。赵贵芬果然来了，她以为网上翻车就来线下闹，可她不知道，我已经不怕她闹了。大家评评理呀！我外甥在这家公司上班，他有房有工作，却把我儿子逼得活不下去。女士，您不能在这里影响办公。我不走，除非陆晨出来给我一个说法。陆晨，你把视频删了，你把我和嘉豪都害惨了。你发视频造谣我的时候，想过会害惨我吗？我是你姨妈，我养不起儿子，求你帮帮忙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非要把人往绝路上逼？能偷拍，让路人看看他怎么接亲戚。他以为我还会像以前一样怕他闹，可这一次不会了。我没有阻止，我只是拿出手机，打开已经整理好的证据，文人见家。拍可以，但麻烦拍完整一点。小陈，你那套新房先借嘉豪结个婚，就3个月，等婚礼办完，我们马上办。姨妈，这是你说的吗？我那是求你。我女朋友家已经知道我有婚房了，你现在不借，我怎么跟人家交代？你今天来我公司，是想让我删证据，还是想继续造谣？我不活了！你们有钱人欺负人！姨妈，大厅有监控，我也在录音。你要是碰瓷，我就直接报警。周围有人没忍住笑了一声。赵女士，您在网上发布不实信息，又到我司扰乱办公秩序，我们已经固定证据，后续如果您继续侵权，我司会协助陆先生依法处理。我就是发个视频，怎么还要起诉？你不是想让大家评理吗？法院也可以评。陆晨，你真要把亲戚往死里逼？姨妈，你们不是第一次来找我了，借房、骗婚、踹门、伪造协议、网上造谣，件都是你们自己做的。这哪里是求助，分明是讹人！你会遭报应的！下午，许家正式起诉周家，要求退还彩礼，并赔偿婚礼相关损失。我也委托律师就赵贵芬的造谣视频准备起诉材料。周家豪伪造材料的事情仍在进一步调查。事情还没有结束。那天晚上，周家豪给我打电话，哥，我错了。这一次他没有一开始那样嚣张，我没说话。我不该拿你房子骗雪雪，也不该发那个协议。你能不能写一份谅解书？我不能留下案底。前世我也求过，我求他把房子还给我。哥，你别这么计较，你一个人住哪儿不是住？我有老婆孩子，你忍心赶我们走？现在轮到他求我了，我只觉得可笑。不能，我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我想让事情按规矩走。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拿你没办法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不是宝贝那套房吗？我要是住不了，谁也别想住。今晚加强 A 栋巡逻，尤其102。如果周家豪出现，立刻报警。明白，我马上安排。随后我联系智能安保公司，这一晚我不能给他任何机会。晚上11点47，手机弹出警报。
快点儿！进去以后把能砸的都砸了。喂，锦兰府 A 栋1202有人非法入室。这次他自己把最后一条路堵死了。我赶到锦兰府时，警察已经到了。讲。还好主卧和书房门没被打开，我提前加装的门磁报警和摄像头，把他们从破门到砸东西的过程拍得清清楚楚。陆先生，我们发现得快，他们刚进去没多久就被巡逻保安和警察堵住了。辛苦了，损失清单我会让装修公司评估。陆晨，你还想让我赔？损坏别人的东西不赔吗？我婚礼没了，雪雪告我，我妈被网暴，现在我也要被抓。你一套房子，我砸几下怎么了？这些话你跟警察说。是否追究？追究。哥，我刚才是气疯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半夜带人带工具破门进屋，是不是故意的？监控里看得很清楚。阿姨，你帮我求求哥，我不能进去，我进去这辈子就完了。姐，求你了，家豪是你看着长大的，你不能眼睁睁看他坐牢。这一次我没有替他回答，我想听他自己说。姐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我给你磕头，你让小陈写谅解书，只要他放过家豪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打房子的主意了。慧芬，你第一次来我家说只借3个月，后来家豪骗女方说房子是他的，再后来你们伪造小陈签名，说他把房子赠予给家豪。今天家豪带人砸门，我以前总觉得亲戚之间能帮就帮，可你们一次次逼他骗他，还砸他的房子，到这一步，我再替你们说话就不是心软是糊涂。这次我不会再帮你。你们都是狼心狗肺，一家人非要把我往死里逼。从你开始抢我房子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已经不像一家人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事情都在走程序。许家和赵家经过调解，赵家退还了彩礼，又赔了一部分婚礼损失。我起诉赵桂芳名誉侵权。我承认之前发的视频内容不完整，给大家造成了不好的影响，我道歉。他承认视频内容不完整，他最后公开道歉，并赔偿了相关损失。周家豪因为伪造材料、故意毁坏财物以及多次滋事，被依法处理。小陈啊，家豪他知道错了，想让我问问能不能出个谅解书。他找了好几次人传话，希望我出谅解书，我一次都没见。小陈，当初是我们糊涂，你别记恨。我为什么不能记？退了也好，那些亲戚不来往也罢。我重新找装修公司修复锦兰府，第一次觉得这套房真正又属于我，不是亲戚眼里的空房，不是表弟口中的婚房，是我用6年时间换来的家。赵桂芳为了赔钱，把家里的老房子挂了出去，亲戚群里再也没人替他说话。这一世，我终于守住了自己的房子，也守住了自己的底线。林志英也来了，前世他在一次次争吵和妥协里对我失望，最后把订婚戒指还给了我。这辈子风波刚起时，我就把所有事告诉了他。你会不会又心软？不会，他便站在我身边，一次都没有退。房子保住了，下一步呢？下一步，准备我们的婚礼。这次不会还有人来借婚房吧？不会了。陆晨，我是你姨妈，家豪的案子还在走程序，你就真这么狠？只要你肯放过家豪，我给你跪下都行。谁？无关的人。
小陈，我做了饭，你和知意回不回来吃？回去。小陈，以后你的东西妈不会再替别人开口。好，前世我以为亲情就是退一步，再退一步，退到最后才明白，有些人不是亲戚，只是披着亲戚外衣的强盗。这一世我不退了，我的房子我自己守，我的人生也该由我自己做主。